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一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，在晴空风边，几幅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一步而挪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啊！既然你的头发太多，我就帮你剪个光头。放手！放手！不要！放手啊！不要！放手！不要剪了，放手！剪到无眼啊！你再动来动去，要是把你漂亮的脸蛋刮花了，你可别怪我啊！大姐，在干什么啊？这没你的事，给我滚开！你不能这么做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月娘，你快走！你可真会多管闲事啊！我答应过娘娘，要好好照顾妈妈。妈妈一天还在这个家，我就不能走。呀，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账目，照这样子看，我们勉强只能够维持3个月。你也真是的，已经回来好一阵子了，你连一笔生意也做不成。现在市面萧条，想做生意谈何容易啊！不过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搭上查理江这条路了。阿公，爸，怎么样？行了，查理要跟我们做一笔生意，什么生意？他要买我们的塑胶园他出价多少，2000呢。2000，查理章这家伙打的如意算盘，这么大片的塑胶园，他出价2000就想买呀？战后塑胶的价格一跌再跌，现在很多的塑胶园都荒废了，即使是想卖，也未必能够找得到买家。是啊，阿公，要不是爸帮查理挡了那臭鸡蛋，查理是不会帮我们的。查理章这个大汉奸是想吞了我们。阿公，Robert 还说，如果这笔生意做得成，接下来还有合作的机会呀。是啊，爹，市面上所有能赚钱的生意都在查理章的手上，我们就吃点亏，当成是投资嘛。成功就要来吃长桌宴了，这件事先让我跟他商量商量，再做决定。月娘小姐，桃姐你在说什么啊？ ，I am 你不要再哀哀叫啦，你可以休息啦，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用做，哎，放下放下，起来起来。桃姐，他们是不是要赶我走？
不是，是少奶奶叫你今天待在房里，哪都不准去，什么都不用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陈家今天要来这里吃长桌宴，大概是不想让他们看见你吧。我怎么了？难道我见不得人吗？这说来话长了。陈家老太太对菊香小姐的印象很好，上次她来吃豆瓣酱，就拉着她嘘寒问暖的。你说，她看到你这么像菊香小姐，会不会也拉着你问长问短呢？上回来吃长桌宴，是10多年前的事了吧？快20年了，妈妈。哟，20年了，这么快呀？那个时候啊，你还是个少女呢。那次来呀，让我讨了个好孙媳妇儿。是老太太教的好。美玉真的很不容易呀。自从我大媳妇走了之后啊，这个家就是靠美玉在撑着啦。唉，都是我那个孙子啊不争气，整天往外跑，冷落了美玉呀。妈妈，不说了，我今天啊可是来享福的。是啊，像老太太这样的年纪，本来就应该好好的享福的。是啊，我啊已经是很有福气了。你看，希儿都这么大了。是啊，上回在船上看见希儿的时候，她还那么小一个，转眼间呢，已经长成了一个小大人了。上回他那场大病啊，吓得我啊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好。现在想起来呀，一颗心都还在跳呢。周周，不怕。唉，我们陈家人丁单薄，我巴不得他早点成家，早点给陈家添香火。你怎么老说我？谁叫你老跟着我啊？天气很热啊，你刚从英国回来，一定不习惯，快去洗把脸啊，别让自己热坏了啊。那你要遵守承诺，不许馋嘴。你们看，他还要管我呢。希儿，你去吧，我会看着你周周的。记住啦。那你怎么会跑进来？我刚才去那个水井打水洗脸，忽然听到有人唱歌。你偷听我唱歌？谁偷听你唱歌？你唱那么大声，是你的歌声钻进我的耳朵里面，让我一时好奇，就来看一看是哪个女孩子在唱情歌、想情郎。你胡说八道，谁想什么情郎了？那首歌分明就是女孩子唱情歌想情郎，要不然怎么会有？郎呀，怎么？你少恶心了！你到底是谁？
那你到底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那你管我是谁？你哎，我说就是了。这里是工人住的地方，看来他是个佣人。如果说出我是少爷的身份，那他不是不敢跟我顶嘴？还不说？我是司机，开车的。我载我头家少爷来这里做客。我头家姓陈，是你家主人邀请我家主人来这里吃长桌宴。那你主人可要当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请到一个不老实又贼头贼脸的坏蛋司机，难道不需要当心吗？我不老实，贼头贼脸，不是吗？打翻我鸡汤，说要赔钱，可是却溜了不见踪影，不是不老实是什么？还有光天化日下跑到人家屋子外，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，不是贼头贼脸吗？如果你是这里的工人，那你家主人也要当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懒不做工啊，还大唱情歌赏情郎啊，难道你家主人不应该当心吗？你臭人，还想跑？哎，哇，不跑！你那么凶，我还有命。还我鸡汤！啊？还我鸡汤！你真是……这是什么？长气。还我鸡汤！好，我赔你钱可以了吧？又没带钱了是吗？是。我现在就去拿。你哼什么？第一次被骗是我太天真，如果再被骗，那我就是大笨蛋。我没有骗你，上一次是我要急着找我的二头家，他当时受伤，我怕他。我没空听你说废话，还我鸡汤，还我鸡汤！你不要那么大声，要是让我的头家知道了，我就惨了。还我鸡汤！好。先拿我的手表来做抵押，等一下我再拿钱来赎回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又怎么了？你这个人那么坏，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？有没有滴答滴答响啊？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能要怎么流逝以后的？现在塑胶锡矿的行情一天不如一天，很多机器都废了。如果要重新生产，需要一大笔资金。可不是嘛？所以我认为，长痛不如短痛，现在能脱手就应该要脱手了。对，这样还可以跟查理攀关系，说不定他还有生意给我们做。亲家，你看如何？查理张的为人，亲家我应该很清楚。可不是嘛，当初啊，就是因为看走了眼，才会想到把菊香嫁给他当小的。阿公，无商不奸，不奸怎么能赚大钱呢？你懂什么？希儿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我觉得查理张的人这么精，为什么每个人不做的事情他要去做呢？在这个时候，大家纷纷卖矿场、卖塑胶园，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，大肆收购。战后，整个世界分成两大阵营，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各国，另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。中国正在打内战，韩国的局势还很紧张，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在物资方面的需求还很迫切，锡矿、塑胶的行情肯定会继续飞涨。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眼前都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怎么等啊？铁宝，如果真的有困难，就把塑胶园抵押给银行进行融资，好过贱价卖给查理张，让他得意。他只是纸上谈兵，你们听听就算了，不必认真。不，我倒觉得希儿的话很有道理。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番的见地，难得。
卖塑胶烟的事就暂时缓一缓吧。可是，亲家，其实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不怕让你知道，我这个当家的，实在是维持得太辛苦了。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，我公司可以先调动一笔钱，让你们应应急。少奶奶，怎么样啦？少奶奶，两位小姐穿上个白呀，真的漂亮的像仙女下凡呐。真的是不错。妈，我屁股那边很紧啊。哎呦，大小姐，等一下下期见未来亲家，千万不要说屁股的，很难听的。可不是啊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，成何体统啊？知道了，可是又穿又戴的，搞得我都烦死了。我们可以下去了吗？大小姐，还有你的珠绣鞋。要是待会儿陈老太太问起的话，就说这双珠绣鞋是你绣的。哦，二小姐，陶家这……嘘，原本那双收起来了，这双是月娘小姐自己绣的，她叫我拿给你。哇，很漂亮啊！当然漂亮啦，月娘小姐的手艺不是我夸口啊，就连牡丹婆这样的老娘惹也比不上啊。她说祝你找到如意郎君。哎，你们两个在叽叽咕咕些什么呢？可以了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可以下去了。待会老太太跟你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回答。她看不上你的女孩，所以别想能够当上人家的媳妇，知道吗？谁稀罕当他的媳妇？那个什么晨曦的，小时候像猴子一样，长大后能好到哪里去？配得上我这只天儿吗？你笑什么啊？我不是天儿，难道你是啊？我不想当天鹅，我只想当个普通人。老太太，请喝茶。昭昭，姑姑，乖。哟，来了两位小仙女啦！来，让我看看。你是珍珠吧？是啊。那你就是妹妹玉珠喽。才多久没见呐！我这个老太婆啊，差一点就认不得你们了。周周，你一点都不老，千万不要再说自己是老太婆了。你真会说话。你们看，女孩子啊，穿上娘惹装多漂亮啊！可不是啊，走起路来都特别好看。说到娘惹装啊，少不了珠绣鞋。没有一双好看的珠绣鞋啊，衣服穿得再好看也是白穿的了。珍珠啊，你这双珠绣鞋是不是自己绣的？是啊，我妈妈和母亲从小就教我了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绣得不够好，还要多学。现在的女孩子珠绣能绣到这样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玉珠，你呢？你脚上的这双珠绣鞋也是自己绣的吗？不是，我还在学珠绣。如果你这双珠绣鞋是你自己绣的，那我真的要对你另眼相看了。能绣到这么漂亮的珠绣，真不容易呀！就连我这个老太婆也不一定绣得出。老赵。
逮着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是他。周周，希儿啊，难得你卓卓今天兴致那么好，你就让他多吃点嘛。看在小沈的份上，那你就可以多吃一点吧。我这个卓周啊，东西吃多了，肚子又饱胀，一整天不舒服。可是呢，偏偏嘴又馋，不看着真的不行啊。no， 你们看，这个小皇帝啊，连我都要听他的。卓周，我是为你着想啊，那你还想不想吃今晚的长寿宴呢？我知道你乖啦。来，你也来看看2位小仙女。希儿，你还认得珍珠和玉珠吗？当年你们是搭同一艘船去英国的。嗨，难道他不认得我了？晨曦，什么事吗？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都那么多年了，那时候我们都还小。我们前几天才刚见过面呢。是吗？你还救了我啊！啊？在马球俱乐部。哦，那是你呀。你跟那天很不一样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难怪我今天穿成这个样子，连我都认不出自己了。那天真的谢谢你啊。别那么说。Robert 是我哥哥的朋友，我们是在回新加坡的船上认识的。没想到那天他会……还好有你帮我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那天他英雄救美，今天我们又在这边相见，难道这是我们的缘分？大小姐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啊？太太叫你快去厨房。妈，什么事啊？过来给老太太准备午餐。什么？老太太要尝尝你们2个亲手做的菜啊！干嘛要我们自己动手？老太太如果对你们没好印象的话，会要你们2个下厨吗？是啊，老娘惹选媳妇都是靠厨艺的。牡丹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哎，是，少奶奶，我刚才说了，2位小姐聪明伶俐。牡丹婆，我要的是实话。他们现在煮的菜能够端出去见人吗？2小姐嘛就很努力，她煮的2个菜只要注意火候就不会有问题的。阿燕莫库拉，你会煮吗？我会，牡丹婆教过我了，我记得。那好吧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哦。你呢？大小姐嘛，大小姐呢，接下来要再努力，接下来只要再努力也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接下来没问题，那就是说现在会有问题了。平时叫你好好学，都学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反正老太太不会来厨房盯着，叫牡丹婆煮就行啦。你别小看老太太啊！刚才你妹妹那双珠绣鞋，她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她绣的，说不定她也是看穿了你，只是不想说破而已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别想嫁啦！不，我要嫁！现在才来急有什么用？牡丹婆，你好好指点她吧。是，少奶奶，我会的。袁小姐，来吃饭了。Lunch? What time is it now? 快，龙地东怎么又跟我讲红毛话啦 What time is it now? No. 我问你几点啦？11点啦。啊，才11点啊！怎么今天的时间过得那么慢？哎呀，你呀，真是劳碌命啊！给你享福1天，你还嫌日子长啊！桃姐啊，外面怎么样了？来了贵客，当然是乱了一团呐。
呀，连2位小姐啊都在厨房里啊，忙得晕头转向的。他们自己下厨？是啊，老太太呀要考他们的厨艺。选媳妇啊，那一定很紧张了。哇，那当然啦！呀，那陈家小少爷啊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家里又有钱，于是3代单传，谁不想嫁给他？就连我阿桃，哎呀，要不是我舒淇不嫁，我也……啊，桃姐失春了。哎呀，什么思春啊，说的那么难听。我只是什么啊？我只是不想大小姐得逞。她怎么了？她霸住牡丹坡，不让她去帮助2小姐，就连我啊要去看一看，都被她赶出来了。那玉珠怎么样了？还好，2小姐啊平时很肯学，我看她应付得来。赶快加水啊！你没看到我被烫伤了？痛死我了！大小姐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还可以。对了，你还要不时搅拌嘛，这样才大婆，说完了没有啊？大小姐，你现在可以加香菇了。我不知道啊，还是你来吧。大姐。老太太说她想吃我们亲自煮的，你当然希望我亲自动手了，那你就可以打败我，就可以嫁给晨曦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还不是想要讨好老太婆，好让你进她家当小媳妇？才不是，我只是怕煮得不好，坏了老太太的胃口。你有那么好心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大姐，要嫁也是我先嫁。你别想跟我争了，大姐，我没跟你争。好啊，如果你真的不跟我争，那你就别再煮啦。啊，可是什么？你就去告诉老太太，说你把菜煮坏了。这怎么可以啊？那你干脆跟她说，你什么都不会煮，快去啊！大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啊！你要明白啊，太太和少奶奶的一番苦心，他们一压就是2桌，这样才比较保险。如果不开你这桌，就开2小姐这桌；不开2小姐这桌，就开你这桌，那就稳赚不赔啦。什么稳赚不赔啊？你当这是在赌博啊？不是叫你没事别进来的吗？还不给我滚出去！可是少奶奶叫我来看看2小姐需不需要帮忙。她这么厉害，还需要你帮忙啊？还不走？桃姐。没关系的，你先出去吧，这里我可以的。你小心一点啊。大姐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把这道菜准备好的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大姐，我怎么了？是你自己不小心，还想怪到我头上？笨手笨脚，还要跟我争。你怎么哭了？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把菜煮坏了。我还以为为了什么呢？你煮坏了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大小姐啊，煮这道菜的程序你都记得了吗？要是老太太问题啊，你要小心的回答，要不然……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真啰嗦。
是我煮的，很香，卖相也不错。怎么那么咸啊？我下手太重了。不是你下手重，是你打翻盐罐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给我猜中了。娘，你在整什么？还有香料和宝瓜辣，马上再煮。可是没有时间了。煮这道菜的时间不用太长，与其坐在这里哭，倒不如抓紧时间再煮过。还我鸡汤！你这个人老是贼头贼脑的，不是偷听，就是忽然间在人家背后出现。你干什么？蜈蚣，大蜈蚣，大蜈蚣在哪里啊？刚才在你的脚边，差点爬上你的脚。怎么不见了？你这个臭人，不要再演戏了！别以为你这样就骗得了我，你根本就是借机行凶。我真的看到一只蜈蚣。我相信你了。那只蜈蚣是不是这样长？啊，那么长的蜈蚣，一定是蜈蚣王了。那肯定。被蜈蚣王这一口，不死也要半命。对啊。那你最好不要乱动。为什么？因为蜈蚣王就在你肩膀上。啊？在哪里？叫你不要动啦。在哪里？左边还是右边啊？你怕？当然了。真没用，一个大男人连蜈蚣也怕。你干什么？可以泡蜈蚣酒了。干什么？没事吧？你才有事呢。鸡来啦！还好来得及。我听桃姐说，陈家少爷长得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不知道，你没看见他吗？看见啦。那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因为我看了一眼，就不敢再看了。不敢看？原来桃姐骗人的。陈家少爷长得三头六臂，奇丑无比。不是，只不过老盯着人家看，很不好意思啊。原来如此，你就看了那么一眼，就喜欢上人家了？才不是啊！那你刚才为什么急到哭了？因为我答应了老太太，就不能失信。老太太是陈家少爷的着落，当然不能让她失望，要不然怎么当得了他的孙孙媳妇啊？你还说？别说了哦！不说了。哎，还不行，要让鸡肉完全沾上香料。还有阿三汁要准备多一点，要完全盖过鸡肉，那样才会入味。
周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香菇豆酱焖猪肉，我的厨艺还不到家，在您面前献丑了，您不要尽孝哦。好吃，好吃。小孙女啊，你可以告诉周周，这道菜你是怎么煮的这么好吃的？妈妈和我母亲都有教过我，煮这道菜的时候只能用中火热油，这样炒出来的干葱碎和蒜肉碎才会够香。猪肉要选择肥瘦相间的猪腩肉，还要有上好的老抽和肉桂，更要注意火候啊，火太猛就会有焦味，火太小又逼不出材料的味道，所以要边煮边注意柴火。好，好。姐姐煮的这么好，妹妹煮的应该也不错吧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好美好，少奶奶在催了，就快了，就快了。绵绵小姐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别大惊小怪啦，玉珠的菜马上就好。哎，不，还要再煮一下。老人家的牙齿不好，鸡肉要煮烂一点，这样方便他们吃，也比较容易消化。周周，累不累啊？我已经劝你周周去歇歇了，他却说不必。你们没看我精神这么好吗？谁要是叫我去睡觉啊，谁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我今天很开心，胃口特别的好。长桌宴还没开始啊，就想吃点东西暖暖肚子。珍珠煮了一道香菇豆酱焖猪肉孝敬我，你也尝尝吧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还合你的胃口吧？好吃，好吃。秀凤啊，玉珠的黑果焖鸡做的怎么样了？今晚的长桌宴一吃就是好几个小时的，妈妈得休息了。我已经叫佣人去催了。妈，我看还是让周周先去休息吧。玉珠煮的黑果焖鸡啊，煮坏了，她都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哟，哎呀，别吓坏了这孩子啊！秀凤啊，你去告诉他，跟他说没关系的，慢慢学，周周下次再来吃。玉珠这孩子就是比较内向，老太太也累了，先回房去歇一歇吧。好，让年轻们聊聊吧，我们老的先去打个盹儿。珍珠啊，好好交代希儿，知道了吗？妈妈。哎，周周，再等一会儿吧，我好像嗅到黑果焖鸡的香味。有吗？我怎么没嗅到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长了个老鼻子。哟，还真的来啦！对不起，我迟了。哎，没关系啊。我嗅到了，很香，一看啊就知道煮得很入味。周周，你试一试。先让希儿尝尝吧，她大老远的就嗅到你这道黑果焖鸡的香味了。哦。谢谢。它如果是加了水再煮，味道肯定糟透了。
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黑果焖鸡。哎呦，你们听他怎么说？哎呦，快让我也尝尝。赶快盛一碗给卓卓啊，快！哦。你们看我，好吃的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刚才听你姐姐说，你把菜煮坏了。是，刚才我下了太多盐，咸的难以入口，所以我就再煮一次，就让卓卓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这么好吃的黑果焖鸡，值得等啊。这鸡肉啊很软，很适合我这个老太婆吃。老太太，这就是二小姐设想周到的地方。哦，她为了让老太太容易吃，吃了容易消化，让鸡肉煮得入口就化。好，很好。做菜呀，不能单单只是死板板的做，还要想到吃的人。小孙女啊，难得你了解这一点呐。是月娘教我的。月娘说，鸡肉要煮得久一点，老人家才嚼得动，容易消化，吃了肚子舒服。原来她叫月娘。哦，这月娘是谁呀？是家里的老佣人。老佣人？她一点都不老。啊，怪不得了。这道菜呀，没好几年的功力是煮不出来的。小孙女啊，有人教也得你肯学啊。左左啊，等你再煮给我吃。好。真的是他？怎么可能？那是不是把他们母女俩都丢下海去了吗？人贱命大。呀，万一他把那件事说出去，那我们……也许是他当时年纪还太小，或者受惊吓过度，他似乎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。即使记得，事情都过了那么多年，凭她一个小丫头，谁会去相信她的话？他们母女俩害我这么多年了。有丈夫好像没丈夫，害我无法为陈家传香火，害我每次在陈家吃汤，抬不起头来。他们是祸胎，是祸胎。上演才能美梦无边，别让回忆怒了从前。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去？